真是太尴尬了，昨天才认识的，结果两人就躺在了同一张床上，男人还让女人把内裤递过来，女人直接扔了过去。不得不说，喝酒真的害人。泰江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失去了第一次，还是给了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。昨天早上，父亲拉着他的耳朵把他带到警局，说要把他从户籍里剔除，因为他未经父亲同意买了一辆昂贵的摩托车。他确实很喜欢那辆摩托，但其上路没多久就撞上了一个女人，两人都摔倒在地，对方还怪他不看路，说他开车不看路。艾江却认为对方是故意的，故意为了骗保险。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，治安官的态度软化了，只要他送一程，就愿意支付修车费。就这样，治安官坐上了泰江的摩托车，一路大叫着赶到火车站。因为工作太忙，把从乡下来过生日的父母晾在了车站。父亲非常生气，连回家都别回了。泰江在一旁默默站着，听到了父亲对治安说的话，看着治安满脸的泪水，泰江贴心的递给他纸巾。到底怎么了？摩托车的修理费写得很详细。接过钱后，泰江转头安慰他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别担心。今天早上他差点被自己的父亲从户籍里除名。这两个遭遇相似的人立刻成了朋友，跑去小酒馆喝烧酒解忧。泰江把醉得东倒西歪的女人扶进了出租车，没想到他一上车就说要去天堂，司机一听直接把他赶下车。这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，艾酱一转身就离开了。治安孤零零地站在雨中，感觉很可怜。这便是故事的开场白。心情刚平复下来，小酒馆的朋友突然跑来大声叫喊，泰江只不过是个靠卖假鞋为生的小贩，而治安是国内顶级的女鞋设计师，他最讨厌的就是假货。有个顾客竟然说他设计的鞋子比不上批发市场的仿牌鞋舒服，治安当场怒不可遏。没想到当晚就碰上了正试图躲避检查的卖假鞋的泰江。这位女设计师几乎要崩溃了，卖假鞋的小贩竟然是他一夜情的对象。两人在警局里互相指责。父亲通过新闻得知儿子被抓的消息，他主动来到警局企图自杀。泰江回家看到了父亲的留言，为了救父亲，他卖掉了唯一的房子和新买的摩托车。得知此事后，父亲气得要命。而一心工作的治安身体状况不佳，医生告诉他，现在治安小姐的子宫相当于一个50岁的人。会长的私生女突然回国，不仅抢了他的办公室，同时也查出了预防更年期的方法。治安硬着头皮狡辩，囊中羞涩的泰江开始了多种多样的职业生涯，当了人体模特，还高空擦窗。泰江累得崩溃，朋友讽刺他不该干这些琐碎小事，应该专注于你擅长的重要事物。一怒之下，泰江谎称那晚喝酒不是意外，而是故意骗他喝多的。治安听后面不改色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泰江挑衅问治安，你觉得自己成功吗？连朋友都没有，想喝酒都没人陪。这话正中治安的软肋。受刺激的泰江夜里难以入睡，看着父亲因工作而长满老茧的手，忍不住流泪，决心奋斗。但高中学历让他处处碰壁。这时他发现了一张皮鞋设计大赛的宣传单，奖金高达3000万韩币。从小看父亲制鞋的泰江信心满满，毅然决然的参赛。没想到他的设计竟然入选了。而在会所放松的治安突然感到恶心，真倒霉，自动售货机白白吞了他2000块。他一边咒骂一边狂拍机器，路过的女士上前阻止，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几乎要崩溃。原来中选的作品竟是一个卖仿品的小贩制作的，而且两人还不小心发生了关系。对泰江来说，这是人生的巅峰时刻，不仅赢得了3000万，他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人也被公司破格录用。人多不便发作，治安故意向泰江砸去，然后把他拉进办公室，就像训斥小孩一样，劝他别去那工作，自讨没趣。那男人却紧抓他的手臂，治安挣脱后又被当众刺了一刀。泰江冲进宴会大厅，大声喊道：这下糟了！公司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关系不一般。那对苦哈哈的父子因为卖假鞋被罚得连房子都没了。幸好泰江现在找到了工作，父子俩抱头痛哭。第一天上班就起晚了，父亲还缠着喂他吃饭。同事们都以为泰江是靠关系进的公司，没人真正接纳他。作为他直接上司的治安更是面若冰霜。他从小跟着父亲混社会，最擅长的就是厚脸皮，这也成了他的一大优点。那天一本正经的治安遇到了麻烦，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竟然看上了他。治安本来想把话说清楚，但家里人太多，说不出口。父亲甚至当众宣布了，想说又止住了，但见到父亲久违的笑容，他没说出口。和赵医生告别时，突然想要继续交往。另一边，参加公司聚餐的泰江闹出了大笑话，无意中听到副总给总裁父亲打电话，还以为对方和他一样是新人，觉得他挺可怜的，硬拉着人家上台跳舞，越跳越嗨，尴尬到连唱歌都唱不下去了。你见过这样的职场新人吗？一大早就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老员工看了都崩溃，桌上的文件都不见了，
吃饭时又被大家孤立，正感到委屈时，公司首席设计师出现了，一看到他就火冒三丈：“你这小屁孩，千万别在公司提起咱俩的事。”那次的意外真是太尴尬了，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，硬是让对方摸头，结果弄得超尴尬。更尴尬的是，这一幕被同事撞见了。晚上，泰江约了其他被边缘化的老员工喝酒，他们聊到了那些被遗忘的指南。小胖对此也很感兴趣，不小心透露了那晚的秘密。两人喝多了之后发生了关系，第二天这事就被人传开了，而且传得越来越扯，最后竟传到了公司的内部网络。公司会长的私生子正是治安的劲敌，他们正在争夺社长的位置。他立刻召开会议，公开让治安难堪。老员工在压力下承认这不是造谣，是泰江请他吃饭时透露的。泰江这边也遇到麻烦了，他正拿着治安10年前的首个设计，打算送去鞋厂做样品，不料一下车就被小偷偷走了。泰江急忙去警局报案，警察听后因为没丢贵重物品，让他回家等消息。泰江满脸愁容地回到公司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碰上了火冒三丈的治安，他二话没说就扇了他一巴掌。为什么要把那件事公开？如果不是喝多了酒，我绝对不会和你这种人扯上关系。泰江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我传出去的。很抱歉，我这种小巷子长大的混蛋，竟敢玷污你高贵的人生。泰江郁闷道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这时父亲冲过来报了个好消息，以后不用住蒸汽房了。做地产的老邻居说他们要卖那套房子，房主突然要移民，愿意降价出售。现在泰江已经是大公司的员工了，他可以利用公司的公章去申请信用贷款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错过就没有了。看到父亲那信任的眼神，泰江没法拒绝。幸好第二天有老员工帮泰江洗清了冤屈，是听泰江的朋友说的。听完后，治安感到有些愧疚。同一天，他收到了赵医生的邀请，他整理好自己，准备出发去赴约。正要出门，却看到泰江还在加班。忽然，治安感到肚子剧痛，泰江连忙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待治安清醒后，医生告诉他你怀孕了。这位女强人彻底崩溃了，她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，没想到已经怀孕8周了。孩子的父亲还是他最讨厌的男下属。治安回到家中，心情复杂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第二天，他的父母直接从乡下来到公司，在电梯里遇到泰江，他对治安的母亲说：“近看您真是个大美人。”母亲一头雾水：“我们什么时候见过？”父亲对泰江印象极差，忍不住吐槽起来。治安找了个借口让父母先回去了，父母只好找赵医生催婚。治安和朋友去了一家小诊所，本来要预约手术，却突然从医院跑了出来。他想再好好考虑一下。竞争社长位置的美娜找到了他，会长夫人苦苦哀求，希望他接受自己作为女儿。他决心要加倍努力。夫人冷笑：“别像你妈那样只会作秀。”电梯门打开，看到跪在地上的副社长，唏嘘不已。美娜跑到天台痛哭。泰江正想离开，却不小心发出了声响。副社长怒气冲冲地向他走来。倒霉透顶的泰江晚上跑到天台去，发现他骂街的样子竟然把副社长逗笑了。两个同病相怜的人站在一起大声喊叫。第二天怀孕的治安竟然睡过头了。泰江赶紧开车带他去见客户。在等待中，泰江意外地发现了治安的 B 超结果，因为迟到，治安被副社长羞辱了。他愈想愈气，对泰江大打出手。泰江以为是因为自己丢了他的设计图纸，他才这么生气。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设法找回来。吃饭时，他忍不住问那份 B 超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得了什么病？那晚，泰江和老白在街上张贴寻物启事。聊天时，那位即将当父亲的男人分享了关于双胞胎的 B 超结果。泰江感叹：真是太神奇了。不对，为什么这张照片这么眼熟？同时被放鸽子的赵医生坐不住了，一见面就质问治安：为什么要对我撒谎？你说自己去巴黎出差了。尽管他们还没正式成为男女朋友，但治安不想再误导这位女士，于是把自己意外怀孕的事告诉了这位刚想交往的对象。本来就害怕婚姻的赵医生难得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但这样的情况谁都难以接受。他把之前买的项链送给他后就转身离开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另一边，泰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治安车里的那份明明是怀孕的 B 超单，尽管那晚只是个意外，但他还是想知道真相。谁知一见面，那女人就让他滚开。朋友们知道后都劝他赶紧逃跑，被那个女魔头纠缠上就完了。难道你真的想和他结婚吗？第二天上班，泰江开始偷偷观察，平时总是喝咖啡的人现在改喝牛奶了，越看越觉得可疑。倒霉到连喝凉水都塞牙。用贷款买的房子又出问题了。小胖开始焦急，想通知泰江的父亲，但被坚决阻止。他决定自己找办法解决。晚上，泰江突然接到治安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只是想让他带点那天吃的猪蹄。泰江紧咬后槽牙：这么晚把我叫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有话直说。泰江只得留下帮忙整理皮鞋。等他整理好出来时，治安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泰江把他抱到床上，不说话时还挺好看的。泰江原本打算离开，
但客厅太乱，几乎无处落脚，于是把屋子里外打扫了一遍。治安醒来，还以为是妈妈来过，直到看到桌上的便条，喝着大酱汤，感觉心里暖暖的。看着闺蜜的女儿，不由自主地开始幻想几和未来的女儿一起的场景。但如果真的有了宝宝，那竞选社长的计划可能就泡汤了。晚上父母约他出来吃饭，没想到赵医生也在，他们之间还没确定关系，两家父母却迫不及待，急着确定婚期。父亲一个劲的敬酒，事态四处无法收拾。治安刚要开口解释，却被赵医生打断。他把治安带到外面说话，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事儿？心里真的很难受。泰江不想再猜测了，他决定直接找治安问个清楚。如果真的怀孕了，他愿意承担责任。小胖被吓坏了，相亲对象当众跪下来悔婚，父亲却坚信一定是女儿不想结婚的伎俩。治安不愿隐瞒，坦白了自己意外怀孕的事。母亲情绪崩溃，气得拼命打那个不争气的女儿。泰江拿着戒指在楼下等，如果孩子是自己的，他一定会负责任。赵医生也很担心，赶了过来。两个困于情感的男人聊得很愉快。治安最终回来了，赵医生立刻迎上去。原本想求婚的泰江突然退缩了，难道孩子不是他的吗？泰江因此感到非常沮丧。治安决定把孩子生下来，他完全有能力养这个孩子。闺蜜提醒她要多了解对方的基因，这种事情很重要，比如家族遗传病和智商等。治安觉得这个建议很有道理。接到电话的泰江重燃希望，急急忙忙地赶过去，问了几个问题后，找借口跑到卫生间偷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治安接到了赵医生的电话。赵医生说要给他送东西，治安不想让两人见面，赶紧找理由把泰江送走。泰江满脸困惑，门口偶遇赵医生，误会越来越大了。泰江越想越生气。在一次员工聚餐上，副社长特地请了一个国际设计师，硬是要逼治安喝酒。关键时刻，泰江再次挺身而出帮他挡酒。与此同时，泰江的父亲终于发现被人骗了房款，因为使用暴力也被戴上了手铐，只有亲属来才能保释。老白没办法，只好冲进 KTV， 把喝得烂醉如泥的泰江带走。治安紧随其后，看到他们打不到车，决定给他们搭个顺风车。这时治安才知道，那些假冒的皮鞋是泰江父亲制作的。正是因为他的举报，父子俩不得不卖掉了唯一的房子。醉酒的泰江突然大发雷霆，疯狂地喊着治安的名字。你看他颤抖着，仿佛想自杀。幸好这只是治安的幻想，因为泰江今天没来上班，所以他开始胡思乱想。这个男人真是太倒霉了，被骗钱贷款买房，好不容易抓到骗子，结果那人一分钱也没有。忍不住的治安来到小胖的饭店，转头一看，哪有那么懂事的孩子啊？回到办公室，遇到正准备辞职的泰江。他不想让泰江放弃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自尊毁了自己的人生。你的父亲一直以你为傲，你要怎么向他交代？然后转过头提醒说，不论你对那晚发生的事感觉如何，没有家可归的父子，只好临时住在小胖的饭店。父亲不想让儿子受欺负，故意说他们公司不好，劝他别再干了。但泰江受到治安的激励，决定留下继续努力。为了让父亲高兴，开始玩儿时的摔跤游戏。第二天，治安的父亲找到了赵医生，希望他能说服女儿。赵医生只好坦白关于治安的健康状况，因为工作过于劳累，存在早期的健康风险，因此如果不生这个孩子，恐怕将来没机会了。公司里的副社长又出难题了，让设计部的员工自己选，一边是来自纽约的国际设计师，一边是平日里不好相处的女魔头。最终哪个团队的设计胜出，就代表公司参加年度设计大赛。之后美娜特别邀请泰江加入她的团队，还说把他当做朋友。果不其然，老员工们都支持副社长。泰江觉得不忍心，走进治安的办公室。坚强的治安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他感到非常崩溃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父亲知道了真相，他气愤地把赵医生赶出去，痛苦地躺在沙发上。泰江担心他没吃东西，一直缠着他去吃饭。在天台上看到了父亲，治安转身就想离开，但他的父亲和泰江性格很像，永远不记仇，叫治安坐下一起吃饭。得知治安怀孕后，特意帮他挡酒，还偷偷递给他一瓶矿泉水。怀孕的女性经常尿急，但厕所离这儿很远。泰将赶忙找到一辆三轮车，拉着他飞快地冲向厕所。喜欢治安的赵医生并没有反对。治安原本打算澄清误会，但想到会被父子俩纠缠，就害怕的后退了，只好让泰江保守秘密。泰江不理解治安的决定，有了孩子为何不选择结婚？坚持独身的女强人未做解释，但她仍然守信，开始教授设计技巧。做了30年嫁鞋的父亲，开始严格教育儿子。治安表面上挑剔，一次又一次让他重做，但私下里却忍不住称赞。后来带他出去寻找灵感，不知不觉俩人靠在一起睡着了。再次看到她美丽的脸庞，正想亲吻，
吃饭时接到赵医生的电话，志安匆忙告别，心情沉重的跑到天台发泄，撞见同样心情低落的副社长，两人一起到小胖的饭店喝酒。回家路上不小心折断了鞋跟，泰江立刻脱下自己的鞋让他穿。美娜心里激动不已，这个男人真的太暖了。泰江拿着副社长的鞋去修，父亲非常帮忙。志安回家了，看到妈妈正在准备晚饭，妈妈开始抱怨起来，为什么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呢？才37岁就有闭经的风险，怎么可能？既然这样，那就生下这个孩子吧。第二天，泰江只好坦白一切，这双鞋实在修不回原来的样子了。幸好美娜很宽容，她并没有太计较。泰江随手把修补过的鞋子扔进了垃圾桶。下班时，美娜发现了那双被修补的鞋，感到意外的惊喜。一个从纽约来的设计师看到后，也觉得非常不错。为了学设计，泰江也是拼尽全力。关键是，女人为什么要穿高跟鞋呢？不行，必须亲身体验一下。有一天，他换上了女士的裙子，刮了毛，化了妆，戴上假发后，竟然真的有几分美女的样子。两个男人挽着手走在街上，但一整天下来，他还是想不通女人为什么要穿高跟鞋。小胖说：“为你做个父亲不就得了？”话音刚落，就看到赵医生和一个女人在约会，而且还是手拉手。但实际上，真没见过这么好管闲事的男人。怀疑上次让你怀孕的人出轨了，一上来就给了对方一拳。但实际上，那个男人只是来帮志安做产检的。志安气坏了，逼他进去道歉。一气之下，赵医生索要了100万治疗费。泰江硬是撑着脸面装大方，好兄弟被他气得摔门而去。闺蜜做梦都没想到，泰志安竟然意外怀孕了，而且孩子的父亲是个连100万都拿不出的穷光蛋。千万别告诉他真相，趁早断了这段关系吧。但志安已经爱上了泰江，在做胎教的时候，忍不住回忆起两人的甜蜜时光。泰江最近真是桃花朵朵开，会长的女儿不仅送他一双皮鞋，还主动邀请他出去吃饭。结果在餐厅偶遇了志安和赵医生，志安立刻注意到泰江脚上的新鞋，几人擦肩而过，心事重重。美奈问赵医生脸上怎么了，孝顺的泰江把新鞋送给了父亲，紧张的询问，如果他娶了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会怎样？开会的时候，志安突然有了孕妇反应，泰江为了帮忙掩饰，故意装作恶心的样子，结果引起了连锁反应，其他人也开始呕吐。事后主管严厉训斥泰江，认为是他点的甜品有问题。志安站在一旁感到内疚。这一天，老白神秘兮兮的叫泰江过来，公司最近在筛选人选，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泰江却不同意，万一查出父亲制假鞋的事，自己可能也会被开除。但老白还是把父亲带到了公司，打扮得体去面试。晚上，泰江送志安回家，看到他太累，坚持要帮他走路。赵医生正好看到这一幕，泰江建议去他的鞋房拍照，然后回去继续学习。志安同意了，发现自己送给孩子的礼物也在展台上。泰江笑了笑，然后随手翻看桌子上的画册，意外地翻到了自己的素描。志安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泰江不再隐瞒他的爱情，他还不知道他父义已经被录用。这时，美娜和设计师突然上门来，他们提出公司愿意资助他去纽约深造，工资还会翻5倍。泰江假装镇定，找借口去了洗手间，转眼间他就成了表情包。另一方面，会长夫人意外得知志安怀孕的消息，尽管她很想提拔志安，但她想竞选社长，必须要光明正大的结婚。幸好赵医生及时赶到，送往医院的过程被会长夫人看到，他立刻命令助理查一下男方的背景，而那个刚吻了志安的傻小子，激动的整夜都睡不着。坚强的志安不愿向困境低头，他决定凭实力赢得比赛。赵医生却要求他必须待在家里工作，好好休息几天。没办法，只能让泰江帮忙请假。但志安感到有些虚弱，本能的伸出手，志安害羞的躲开。泰江看着就乐了。刚到公司，泰江就发现父亲偷偷入职了，副社长完全不介意，曾经制作过假象，没事手艺好最重要。那晚，赵医生和闺蜜拜访了志安，两个男人变得像小孩一样，连洗盘子都要争个高下。下雨了，家里只剩一把伞，两个大男人在雨中漫步，看着有点刺眼，不知不觉走到了饭店。泰江误以为孩子是赵医生的，但既然他不想结婚，那我就代替他当爸爸，会好好照顾志安。赵医生曾承诺会保守秘密，因为他做了自己不敢做的事。第二天，知名设计师即将嫁给医院院长的儿子的消息，在公司引起了轰动。消息被会长夫人传开。话说回来，赵医生原本是志安的相亲对象。泰江情绪崩溃，冲进志安的家：“你们真的要结婚吗？”随后，泰江拿出整理了2天的调查问卷。志安被感动了，原本只是随口一说，不可能一个个去问，他竟然真的去做了。尴尬的盯着入了迷，被人发现了，
泰江高兴地唱起情歌，但歌词太抢眼了。治安转身跑回卧室，加班到深夜的泰江累得睡着了。治安给他盖上被子，又忍不住凝视他，越看越觉得帅，还对肚子里的孩子说话，希望宝宝长得像爸爸呢。第二天，那位女魔头突然变得温柔如猫，第一次走进厨房，开始给泰江准备早餐。看她的架势，操作起来猛如虎，结果做的难吃的让人怀疑人生。泰江泪眼汪汪。赵医生去找会长的夫人，要求他出面澄清新闻报道，否则他将起诉那家杂志。赵医生的话似乎点中了要害，副社长也开始起疑，难道治安真的怀孕了吗？否则为何突然宣布结婚？泰江激动地反驳，还要求在公司内网上澄清事实。美奈开始吃醋，泰江回家后计划向治安求婚，把这事告诉了好兄弟。小胖真是天真的可爱，连小气的话都说不出口。再说，你爸爸怎么可能会同意？话音刚落，这位女强人既美丽又帅气，谁能看出她已经怀孕12周了？难怪有人抢着要负责。一个比她小10岁的小鲜肉，得知这事的父亲立刻报了警。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是孩子的父亲，但治安不能因为寻求依靠而答应求婚，那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泰江这边的情况也不容易，晚上只能留在公司过夜，一大早就去哄他爸爸。但他与治安的关系迅速升温，为了寻找灵感，他们一起看爱情电影，浪漫的氛围溢出了贫血。离开时恰好遇到了副社长，他已经清楚对方好奇什么了，他不想让任何人来破坏这份平静。他亲口承认自己喜欢治安，对那个总是板着脸的副社长暗生情愫，一回头泪水就掉了下来。他暗下决心是要不择手段赢得这次招标，于是悄悄找到了那位制鞋师傅，偷偷篡改了竞争对手的设计图。休息好后，治安第一时间联系了媒体，澄清了和赵医生结婚的谣言。他还公开宣布自己决定做未婚妈妈。会长夫人听后气得肺都快炸了，立刻变脸去拉拢丈夫的私生女。比赛前2天，看着那些刚做好的样品，太傻眼了，款式和颜色完全变样了，可那些师傅们还坚称是按照要求做的。现在时间这么紧，该怎么办呢？没人愿意接他的订单。泰江只好求助于手艺高超的父亲，他不敢说出真相，但治安坚持要亲自去确认。关键时刻，母亲打来电话，治安乖乖地回了家。父母看到了他的新闻，一向保守的父亲终于开口了，治安感动得哭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样品的问题还是曝光了，治安彻底崩溃，他开始疯狂地修改，一直忙到深夜都不愿回家。赵医生来了也没用，直到救兵终于出现，这是治安的最后希望。凌晨5点，老白累坏了，父子俩涂上牙膏，一直奋战到天明。那双完美的高跟鞋让治安大为惊喜，他忍不住送上了一个感激的吻，给那个傻小子想好了，然后肩并肩走向比赛现场。这个刚高中毕业的小混混，简直就是个幸运儿，不仅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，还被首席设计师公开表扬，新作品有他一半的功劳。他们赢得了比赛，两人高兴地笑开了花。正在兴奋之际，副社长走了进来，他来是为了篡改设计图而道歉。这一次他输得彻底服气。父亲和老白听到结果后，也是激动地跳了起来。治安打算今晚向泰江坦白一切。赵医生听后感到了一阵失落。晚上，泰江神秘兮兮地带他去了一个地方，那里鲜花和蜡烛浪漫极了，还贴心地给孕妇倒了牛奶庆祝。还没等治安开口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跪下唱起情歌。治安被感动得哭了，终于说出了真相，原来你才是孩子的父亲。泰江听后非常震惊，突然收回了手。搞了半天，原来自己就是那个精子捐献者，感觉自己像灰尘一样无足轻重。为什么要隐瞒这么久？我想听你解释。自尊心很强的治安不愿意低头。你说的都对，我的人生好像被你牢牢抓住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了心仪的男人，都是因为你，我们还没开始就被迫结束了。这话一出，泰江更加气愤了。是的，如果孩子是赵医生的就好了，那你就不会这么难过了。治安不想继续争吵，心痛地摘掉了戒指，但回到家后就后悔了，开始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回想起对泰江的种种挖苦。受打击的泰江最终答应，决定去美国学习设计，发誓要大展宏图。喜欢他的副社长特别高兴，但怀孕的治安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尽管他赢得了比赛，但会长夫人却在背后捣鬼，把市场推广的任务交给了美娜。未婚先孕并不是什么好形象，万一对公司造成不好的影响，治安感到非常崩溃。结果泰江又来宣布他即将出国深造，还说放心，会定期支付抚养费。治安表面上看似冷酷，内心却是波涛汹涌。幸好冲动的泰江最终想通了，偷偷画了一副肖像，精心准备的早餐以及那鼓励的拍拍脸都不见了，这不就证明了对方其实在乎我吗？治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刚想联系泰江，就收到了他的短信。他害羞地站在梳妆台前，开始打扮自己。
泰江直截了当地问他有没有考研过和他结婚，或者未来的事情，但他已经被他吸引了。接着就是撒狗粮的时刻，拥有一个像小奶狗一样的男朋友，这种体验到底是怎样的呢？一大早就送来了牛奶，真贴心。趁同事不在的时候，亲一下抱一下，高高举起。中午还特别布置了休息室，然后不要脸的提议，听说亲吻和皮肤接触对孕妇特别有好处，要不我们验证一下？接着会长夫人开始找麻烦。经过一番调查，她开始怀疑治安和泰江的关系，公司绝不能养那些走后门的员工。美娜对流言蜚语不屑一顾，特地买了套西装带他去活动现场，但夸张的介绍让泰江难以接受。那设计明明是治安自己的，怎能归功于别人？美娜耐心劝解，你现在得好好包装自己，这样才能得到业绩认可。虽然很想展示成绩给治安看，但泰江不愿撒谎，这和父亲做假鞋有什么区别？他直接去了治安家，让治安给他做碗拉面。热恋期总是这么甜蜜，非得让他做好吃的，这把泰江吓坏了。但事情就是这要求。更衣室里响起电话铃声，治安拿着手机，心虚得很。父亲一把推开门，泰江老实说了，治安怀的是他的孩子。老爷子内心澎湃，才27岁呢。原本犹豫要不要出国的泰江，这下坚定了决心，他得努力让治安接纳他。回家后，父亲非常兴奋，展示了副社长安排的员工宿舍。要是能找到一个像美娜那样的儿媳，肯定能笑醒。泰江决定向父亲坦白一切，紧握父亲的手说，每当看您一个人辛苦抚养我，我就觉得自己不该出生。第二天，老姜出乎意料的开始关心治安，快穿上外套，要是感冒了怎么办？老白看得目瞪口呆，接着他开始八卦起来。他似乎知道了些什么，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。老姜被吓坏了，马上用手捂住他的嘴。门口的副社长恰好听到了这些话。美娜回到办公室后，伤心的哭了起来。她决定按照会长夫人的指示行事，逼迫治安辞职。难道你真想和泰江父子一起被赶出门吗？第一次看超声波检查，准爸爸激动的泪流满面。我儿子的心跳声太有力了，医生都惊呆了。得知是女儿后，泰江显得很失望，这样他就不能踢足球了。治安很不开心，为何摆脸色挤鼻梁？泰江急忙辩解，还拉着医生来证明。治安越想越生气，直接把泰江丢在路口，然后去见会长夫人，哭着请求对方手下留情。他对公司的感情很深，就像母亲对孩子那样。会长夫人真是心狠手辣，她说话总能伤人，泪眼婆娑的写下了辞职信。泰江的问题也来了，未来岳父突然要求见他爸，女儿怎样，父亲就怎样，说话又臭又硬，一句一句的责怪别人的儿子没担当。原本卑微的老姜突然爆发，看这两个老戏骨怎么逗你笑。他的妻子一听立马变脸，突然大声起来，吓得老头子直接变表情包。赵医生又被父母催去相亲，可是对面的姑娘真不好惹，所有妈宝男的招数都不灵了，最后只好使出杀手锏。再有3周泰江就要离开了，为此他做了详尽的计划。治安最终提交了辞职信，合同规定还得再工作1个月，所以他希望美娜能保守秘密。但老白的耳朵太尖了，他从人事那里听到了消息。泰江不满为何单亲妈妈就不行，这公司真是够了。这么说来，我和我爸也别干了，不如我们3个一起出来创业。治安正想发火，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紧急电话，他马上前去支援。在他的精明协调下，成功解决了眼前的危机。副社长感到自愧不如。回到家后，治安才看到泰江精心准备的礼物，还有他留下的便条。虽然想为你做的事很多，但时间实在太紧了。看到一家3口的鞋子排在一起，治安感动的哭了。但泰江现在改变了主意，他不想去美国了，他决定要陪伴女儿成长，不想在治安最困难时刻放手，去追求那所谓的成功。第二天，公司里炸开了锅。治安和泰江穿着情侣装，大胆公开了他们的关系。老白激动地冲过去找老姜抱怨，大家对亲子装议论纷纷。3人穿的一样，在食堂吃饭，成了备受瞩目的父亲，仿佛能用脚趾头勾画出一个家。老白首先打破尴尬，部门的其他同事也纷纷加入。骆总很感动，围观的人群都说他们很般配。憨厚的泰江又开始表演了，老实交代了他们相识的过程。但会长夫人毫不留情，以影响公司形象为由解雇了他们3个。但现在泰江已经焕然一新，从纽约的设计师那里获得了第1笔投资，决定要大干一场，专门研发适合孕妇的女鞋。泰江急切希望治安加入。在新任社长的发布会上，副社长当众打脸了会长夫人。正如黄治安所说，未婚妈妈并不代表不幸，这是勇气的象征。所以新任社长应该是经验丰富的，并且有能力的黄治安，所以他愿意主动让位。没办法，会长夫人只能硬着头皮接受。在另一边，老白有些傻乎乎的
加盟了父子俩的公司。关键是他对志安的能力深信不疑。三人坐在一起，憧憬着未来，却听到了令人沮丧的消息：他被任命为社长。志安一直在为新作品的推广操心，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职位。但泰江的情况就没那么顺利了，因为知名度不够，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厂商。幸好他们设计的皮鞋颇受欢迎。那天志安突然来访，宣布了一个重要决策。现在他已经无怨无悔，新作品的推广非常成功，所以他已经提交了辞呈，将来要和他并肩作战。因为胎位异常，不得不改为剖腹产。赵医生亲自动手术，这让志安很放心。全家都聚集在病房，亲爱的爸爸抱着孩子，满脸幸福。志安沉浸在甜美的梦境中，穿过一条铺满鞋子的小径，